老师，我觉得新闻讲求的是多思考、多观察。新闻系毕业的吗？初中毕业。老师，小镇青年韩东喜欢用文字去表达思想。高中肄业来到北京，现实跟理想之间产生了一些迷茫。你把那些发生的事情记下来就可以了。我觉得这事不合理啊。为什么呀？这钱是人拿命换的。感想不是新闻，事实才是新闻。有人替德乙跟的人体检，别写行吗？戏里也都是真实的新闻工作人员，真实的乙肝携带者，遇到过各种各样的故事，最终他做出了一个他认为对的选择。我主要是被里边那个北漂的生活所吸引。我本来就是北漂，从小城市来的想做一番事业的男孩吧，都有很多相似的地方。导演会带我去体验生活，去这个报社参加了一下选题会。你不要以为一个人可怜就没有错，那也有可能是我的错。我跟宋文老师，我们在拍戏之前就见了，虽然那时候他没有那么火。宋文老师怎么演戏，其实早有耳闻，非常有个人风格。等会儿我要骂你啊，等会儿我要拽你的记者证啊，有些词、有些动作是临时出来的。停，特别好。第一次见的时候确实很有意思，就是他提出要以戏中角色的身份跟我见面。黄江会问韩东什么问题，他就问了我什么问题，从哪儿来的，学过什么，写过什么，为什么要干这行。当时我还没有把自己的人设做好，导致我一直在乱抓，应付了这次面试。经过这次，宋文老师也很信任我了，他觉得我就能接住。我长期处理喜剧，你知道喜剧这头有很多技巧的，大量的表情、台词的夸张，去把笑点呈现出来。你跟所有的真实人物在一起的时候，你用技巧会觉得自己很不真诚。好多东西其实是靠本能去带的。我就是一个普通的电影爱好者，然后偶然做了演员这一行。我是学播音主持的，第一次意识到自己红了，就是我配音的时候。这就是天竺吗？不给力啊，老师！坑爹呢这是！我们那些词汇，比如说给力呀、坑爹呀，到处都能见到，甚至在这个人民日报上还看到了给力这词儿，你就感觉哎，自己不得了了。名气让我有些浮躁，但是当你找工作那一刻，你发现这是两回事儿。1-2年内我就知道名气这个东西是什么东西了，你就是前边的一个波浪而已，它再高它也过去了。我叫王大锤，是一个好员工，现在正在绑架我的老板。知道我是谁吗？吴彦祖，已经很接近了。万万没想到，这个创作氛围啊，就是自由舒适。长期在公司里边做广告策划，有一次能够自由发挥的机会，除了快乐，没有别的东西在掺杂。正式入行之后，再拍一些喜剧呢，大家看得很高兴，但是我在创作过程中非常之痛苦，你需要重新的磨合。转型这个事儿呢，也不存在喜剧演员和非喜剧演员。你只是要去配合不同导演的风格。我是恐怖片爱好者，门锁是我第一次接到一个恐怖片的剧本，拍的时候其实也发现了很多问题啊，找到自己认知上的一些算是错误的东西。这个市场啊，对于恐怖片来说练手机会太少了，所以我倒是希望我还能再碰到。我静下来，对，你再跑2步。我不是一个我要证明我是一个多好的演员，我要让这个行业怎么着？我做这行首先它养活了我，其次它让我快乐，所以我到现在基本跟之前一样的，朋友圈也差不多，爱好也差不多。踢球的也是我之前前同事以及前同事的朋友们，有时候我跟他们聊天都经常说，你看他们演员，他们这行，我对这个行业就是一直是若即若离。我是觉得我比较容易满足，相对比较好说话吧。有时候沟通时间长了就懒得沟通了，反正抓紧下班就完了。我投入的绝对不是100%的热情，对于工作来说，我投入的是100%。我那个意思就是，我都是平等看待所有机会的，而且你也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就没人找你了，在还有很多人找你的情况下呢，就是认真拍，就是珍惜每一个赏识你的导演、制片人，每一个戏我都会尽全力。